这只夺人眼球的小东西是人类第一次抓住的外星生物，会像蜘蛛侠一样飞行，又像章鱼博士可以用触角发动袭击。看它8条腿的那股韧劲儿，估计做成铁板烧烤一定很香。除了它之外，人类一共捕获了4种，每一种都可爱的要命。比如这种带甲胄的外星蚊子，号称皱纹王，一只老鼠丢进去会被直接吸成薯片。如果遇到人类，那就更爽了，它会爬遍全身，然后叮咬住最柔嫩的脖颈肉。只需几秒钟，它就能把成年男子吸成肉干，而自身则膨胀成一颗血球。同伴看到这一幕，吓得想找6神防蚊花露水。皱纹王不给机会，直接钻进衣服的更深处。其他援兵赶来时，他已经喝撑到走不动路了。还有一种脑袋尖尖，如同拉长的石榴，倒悬在天花板上。8瓣石榴裙敞开后，伸出一截不可名状之物，头部继续裂成8瓣，通体柔软，还带着拉丝儿。里面的花蕊神似微型狼牙棒。为了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个啥，人类决定解剖其中的几颗蛋。问题是，这些蛋似乎拥有智慧，一旦人类靠近，就会裂开缝隙。那凸起带颗粒的模样像不像内置外置混合制？多看1秒就会爆炸。因此这项艰巨的任务交到了生化人的手中，他们把蛋固定在案板上，并从烧烤店借来创意，一旦有怪物爬出，强力通风管就会将其瞬间吸走。完成这一步骤后，就该动刀子了，废掉好几个钻盘，可算把蛋壳切开一道入口。主刀人用力一扒，露出薄薄一层透明膜，里面显然有活物在蠕动。手术刀轻轻一划，透明汁水汩汩流出，跟着掉下一根五骨凤爪。这爪子巨大无比，力气也十分惊人。2个生化人眼看制服不了，干脆上烹饪手段。等电晕过去的爪子不动了，对准掌心再一刀下去，里面翻出的息肉色香味堪比生鱼片，不过里面雇涌出的绿色脓液还冒着泡，让人顿时没了胃口。镊子伸进去，很快夹出一尾银鱼，银鱼入水欢快地扭动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手术台上，医生取出受伤者的半拉肺，再通过人工充气让废物膨胀。主刀人娴熟地捏起试管，将银鱼装入废物的缸体。正所谓如鱼得水，但见那活物观察一番，咻的一声钻了进去。经过完全变态发育，它将变成这副模样，脑袋像茄子，油光发亮。还有那一口铁齿铜牙，张开嘴，里面还有个迷你版，跟俄罗斯套娃一样。士兵一回头，怪物就呲着牙花来了个怼脸杀。我的，我的天！多亏尸体盖住了医务兵，怪物盯上了其他人。等医务兵踉跄着站起身，原本热闹的大厅已经成了人间炼狱。开 party 的富商名媛现在成了手撕鸡，肉身撒的到处都是。party 真成了 party。刚才开门的那位一边爬一边喊：“哎呦喂，我的屁股呢？”可惜屁股并不在树上。医务兵抬头望去，那怪物又出现了。医务兵终于看清了怪物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口水怪异形。突然间，一道闪电射来，异形如网瘾少年，一声不吭栽倒不起，4米长的身体蜷缩着，睡得跟婴儿一样。发射闪电的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他甚至不是人。作为汤谷公司培育的生化人，老罗的任务就3个字：抓异形。激光枪切换成作茧自缚模式，异形很快就被裹上了一层白浆，浆体遇到空气凝固，形成牢固的纳米纤维，异形成了蚕宝宝，一拽就走，运输方便多了。老罗打算乘电梯下楼，正要关门时，偶遇了前来救援的另一对士兵。士兵看到异形在动，仿佛一尊白色的蛆。Don't move, don't blink. 老罗没法拿枪，急得小脸煞白。Just take calm. 异形划破袋子，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。虽然异形对生化人不感兴趣，可老罗出于本能的恐惧，还是亮出了手刀。
等异形讪讪离去，继续杀戮人类，老罗这才敢转过身，身后的房间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人，看样子异形已经杀疯了。然而就是这么牛逼哄哄的异形，几分钟后居然被一个小学生在肉联厂里给单杀了。我给各位描述一下过程，异形本打算故技重施，用口气戳爆医务兵，拿着女孩拿起脱钩，稳准狠地钳住异形。拔河比赛，异形输得一塌糊涂，女孩将其拽进货梯，生生扯断了异形的口气。双方在里面缠斗，厚重的不锈钢门被打得扭曲变形，医务兵急得砸烂控制盒，好不容易打开电梯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。仅凭一把切菜小刀，女孩就将异形斩首，变成了4链。当然，女孩也身负重伤，分泌出乳白色的体液，脑袋一歪，陷入死机状态。可能有人要骂了，你瞎呀，她明明是个成年女性，怎么可能是个小学生？哎，各位看官，这里就有所不知了，此时是公元2120年，也就是你孙子的孙子活着的那个年代。地球不再有国家的概念，而是被5大企业瓜分统治。其中一家名叫天才儿童，创始人是个名叫博弈的辍学大学生，创造发明了全新物种合成人。博弈的公司坐落在梦幻岛上，他找来一个身患绝症的小学生作为初号实验品，两人躺在特制的传输台上，一边看着头顶的动画片，一边进行意识传输。就好比现在我们换新手机都不需要数据线就能无缝转移所有的 app 和数据。那既然说到旧手机，别担心，2120年转转早就倒闭了。小学生一觉醒来，犹如江户川柯南变成工藤新一，拥有了成年人的身体，准确的说是超人般的身体。上百米的悬崖那是说跳就跳，简直是膝盖的活爹。他给自己起名叫温蒂，平日最爱玩的游戏是亲亲抱抱举高高。温蒂眼前的5个孩子同样各自患病，自愿脱离肉体成为合成人。他们分别躺上传输台，镜头一转，全部脱胎换骨。博弈的计划是以温蒂作为 C 位，加上5人辅助，展示合成人的各项优势，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击败汤谷公司的生化人。岂料汤谷公司另辟蹊径，在环形星带的 LV-233 探索时，发现了视频开头的几种地外生命，抓捕抱脸虫让船员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他们本以为在冷冻舱睡上个几十年，等飞船从木星轨道回到地球后就能获得应有的奖金，可惜汤谷公司不做人，早已秘密指示老罗用船员的身体培育异形，杀光所有人后再控制飞船撞击空间站，伪造成星际交通事故。老罗提前躲进撞击避难舱，差点被异形的口水糊得满脸都是。这一撞堪比理想撞成龙，碎片砸得漫天飞舞。地球上的士兵正在天台上打篮球，抬头望去，好家伙，这飞船是冲我来的。Oh shit！庞然大物怼进摩天大楼，威力不亚于911恐怖袭击。士兵们立刻坐进装甲运兵车，前往废墟进行救援。由于大楼是天才儿童公司的财产，博弈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这无疑是锻炼合成人的好机会。于是，在教官的带领下，温蒂和小组成员乘坐飞机连夜抵达现场。他们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营救行动，搬搬石块，最多费点体力，万万没想到，飞船里的5种外星生物纷纷逃逸，一时之间搞得世上无数。通过监控，博弈目睹了这一切，他当即改变命令，要求教官把外星生物全部都带回梦幻岛研究。按理说，以温蒂的战斗力，别说异形了，就连沙鲁、弗利萨来了都不好使。坏就坏在被困的士兵里，医务兵阿乔是温蒂的亲生哥哥。阿乔本以为温蒂早就死了，现在以另一种身份兄妹重逢，自然把彼此看得比命还重要。所以在他们俩遭遇异形之时，温蒂拼了命的保护阿乔。最终的结果你们也看到了，3败俱伤。温蒂脑袋开花，阿乔肺部洞穿，异形身首异处。更恐怖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当温蒂重新复原开机，他似乎和异形有了心灵感应。教官拿异形胚胎做实验，温蒂瞬间有了反应。难道他和异形之母雷普利一样，身体里也种下了异形的种子吗？答案我们下集揭晓。